根据国防快报的报道，在9月15号，乌军第3突击旅已经完全控制了巴赫穆特外围的安德里夫卡村。随后呢，该旅还发布声明，称其已经在 A 村的战斗中将当地的俄守军第72旅彻底摧毁。这对于已经反攻了100天、进度却不是很明显的乌军而言呢，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那么第3突击旅是如何击溃俄72旅的？乌克兰在这100天的反攻中又取得了多少进展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在9月15号，正当人们还在为乌军在黑海地区那一连串的行动感到震惊时，巴赫穆特方向的乌第3突击旅又送来了捷报，8城的外围定居点又被收复了一个。原来自从基辅打算收复巴赫穆特之后，乌军就盯上了其南部7公里和9公里外的2个村子，也就是克列什切耶夫卡村和安德里夫卡村。最先传出捷报的是 K 村，但是由于此地距离巴赫穆特过于接近，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乌军打下该村之后呢，俄军的反攻就一直没有停下来。如今该地区通往8城的路线还没有完全被打通，但暂时无法打通巴赫穆特，并不代表乌军不能继续扩张在此地的影响力。A 村呢，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值得注意的是，早在9月15号，乌克兰国防部就曾宣布，第3突击旅经过2天的激战，已经成功夺回了东部前线城镇巴赫穆特以南的 A 村。但国防部的这一消息却很快遭到了第3突击旅的纠正，认为这个说法还为时过早。他们表示，在 A 村附近仍然有俄罗斯军队在战斗，驻扎在此地的是俄军第72旅。大兵本以为接下来还会有一场持久战斗，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在1天后，第3突击旅就正式发消息承认已经完全收复了 A 村，并对当地的俄守军72旅造成毁灭性打击。下面这个视频就是第3独立突击旅的士兵分享了他们在 A 村收复定居点以及俄军战斗的镜头。从画面中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乌克兰小村庄已经被炮火夷为平地了。视频是由无人机拍摄的，乌第3突击旅第2营的指挥官正在使用无人机上的扬声器，向残余躲藏的俄军发出最后通牒：俘虏或者死亡。根据乌克兰军方透露，原来乌军在这2天的激烈战斗中，已经击毙了俄第72旅的最高侦察指挥官、3名营长以及几乎所有的步兵，堪称是一场全歼行动。如今只剩下扫尾工作了。而之所以乌军能如此迅速地解决战斗，还是因为其老对手俄72旅的战斗力已经在长达4个月的对峙中被乌军摸得一清二楚，而且该旅的名声也确实不好。在乌军对巴赫穆特反攻的最初几天，第72旅的俄军就因为承受不住乌军的压力而丢下阵地逃跑，这就导致其临近阵地的瓦格纳付出了500人的伤亡。在5月份遭到重大伤亡后，第72旅重新集结补充，并再次部署在顿涅茨克作战轴线上，继续与乌第3突击旅打擂台。结果不言而喻，毕竟昔日的72旅都不是乌军的对手，更何况是重组之后的。而 K 村和 A 村的收复对巴赫穆特方向的乌军而言有着重要意义。第3突击旅认为，守住 A 村这个定居点将对巴赫穆特右翼的突破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巴赫穆特南向的铁路和公路线已经被乌军完全切断， T0513 公路也将受到乌军的炮火打击或者封锁。在这种情况下， A 村南部的库尔久米夫卡恐怕也很快会被收复。而在巴赫穆特北翼，乌军继续逼近索莱达，攻击贾西德内和别尔西夫卡。两边的乌军炮兵都在不停地使用集束弹药打击俄军的补给线和阵地。只不过乌军在越过前线的几个定居点后，后方还要面对俄军的大军。其中呢，光是沿着 T153 公路，俄军就从北到南依次部署了第106、98空降师、近卫坦克红旗第80团、第4摩步旅以及第31近卫空突旅。这还不算协助作战的车臣部队。虽然说兵力配置不一定就能说明真实情况，但光看这个阵容，乌军想要一路突破确实有些难度。不过就目前的整体战线而言，乌军在巴赫穆特的进展已经算是十分不错了。只是如今的乌军的夏季大反攻已经持续了100多天，除了巴赫穆特以外，这100多天里乌军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在6月份最初攻势开始的时候，乌军其实搞出了5路大军会攻的架势来，其中呢，巴赫穆特方向有2路，分别向南北两翼的俄军阵地展开进攻。而在南线，从扎波罗热到南顿涅茨克的数百公里战线上，则有3路攻势，他们分别是西路卡缅西克方向、中路库班方向以及东路大诺沃希尔卡方向发起进攻。在这5路当中呢，又以巴赫穆特北翼和卡缅西克方向的推进最为缓慢。而至于其他3个方向，乌军的每一路都投入了大量兵力，可以都说是主攻方向。而到目前为止，乌军呢在这3个方向都形成了良好的攻击态势，攻击作战也在一直进行当中。其中进展最大的呢是库班方向的乌军，该方向乌军沿着谷地行军，并切入了莫洛奇纳河河谷，向托克马克和梅里托波尔跃进。战役企图是完成100余公里的突破纵深后，夺占这2座重要城市，兵锋直指亚速海海滨和比列科普地峡，从而击溃扎波罗热的俄军集群，并将其推回到克里米亚。该战线的乌军在完成了9公里的突破纵深后，被罗村阻挡。乌克兰鏖战了整整2个月才将其拿下，但拿下这里后呢，再往后打就会轻松很多了。毕竟这里是属于俄军第一防线的要害之处。虽然此地有着 3.17 平方公里，但这里连接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的高速公路。同时，罗伯季涅的平均海拔为136米，这将对海拔仅有43米的托克马克形成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而托克马克呢，不仅是重要的公路和铁路枢纽，也是通往梅利托波尔方向俄军的阵地核心。这也就是说，库班集群的乌军想要直取托克马克，那沿着公路南下便是捷径。而罗伯季涅村正是首个要攻克的目标。当前呢，该方向的乌军第47机械化旅已经打到了新普罗科皮夫卡北部的邮局附近了。而在大诺沃希尔卡方向的乌军在反攻前期是沿着莫克利亚里河谷实施纵深突击，战役企图呢是完成100余公里的突击纵深后，夺占马里乌波尔，完成夺取乌克兰亚速海重要港口和工业城市，将俄军扎波罗热防御布势整体割裂的战役任务。该战线的乌军在完成了10余公里的突破纵深后，虽然脚步也被放缓了，但依旧截断了乌罗扎因地区。在这3个月的战斗呢，我们可以发现乌军在最初是很希望能够快速取得突破进展的，所以在扎波罗热的2个主攻方向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但却被俄军的第一道防线阻拦。布置的雷场反坦克壕配合武装直升机的组合，成了阻挡乌军装甲部队前进的最大对手。在地形开阔的扎波罗热区域，俄军利用以上的组合成功拖住了乌军，使其陷入了消耗战。不过好在乌克兰的消耗战呢打得还算不错，并没有达到之前俄军进攻时的恐怖战损比。在与过去几次关键战役中一边倒的战损比不同，乌克兰在进攻作战中呢很难依靠更先进的技术装备构成交换比上的优势。毕竟即使在西方援助下，乌克兰可以启用的装备总数仍然是不如俄罗斯的，因此乌军需要尽快摆脱这样的消耗战。黑海这几天接二连三的爆炸，就是乌军为了摆脱消耗战而打出的牌。不得不说呢，乌军的这几次袭击都十分精准，成功给俄军造成了巨大损失。最近的一次袭击是9月15号各家媒体报道的海王星空袭 S-400。这场行动呢，是由乌克兰安全局和海军联合行动，成功摧毁了部署在克里米亚半岛叶夫帕托里亚地区的俄军防空系统。卫星照片也证实了该消息。按照乌军情报人员的说法，其战斗过程呢是乌克兰安全局发射的无人机首先击中了 S-400防空系统的眼睛，也就是雷达。随后，乌克兰海军发射的2枚海王星巡航导弹摧毁了 S-400防空系统的发射车。而在此前呢，乌军已经打爆过一套部署在克里米亚半岛塔尔汉库特角奥列涅夫卡村附近的 S-400了。20天内连续摧毁2套 S-400，表明俄军在克里米亚部署的防空网正在被撕裂。而一套 S-400防空系统价值约12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前2天被摧毁在奥尔朱尼奇泽造船厂里的明斯克号登陆舰和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潜艇，那么短短几天内呢，乌克兰军队就在克里米亚摧毁了价值超过16亿美元的俄罗斯军事装备。而就在目前的情况看呢，乌军针对克里米亚的打击还不会结束。
毫无疑问，乌军针对克里米亚俄军军事设施的连续打击能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撕开了俄军的预警网。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电子探测定位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海马斯火箭炮和风暴阴影，包括反炮兵雷达在内的这些非致命性装备很容易被人忽视，但它们却是乌军的战斗力倍增器。在彻底撕开俄军的防空网后，乌军下一步的动作就是刻赤大桥这种关乎前线俄军后勤保障的目标了。那么扯得有点远了，我们再说回其他战线。其实在夏季反攻中，乌军对巴赫穆特的攻势让不少人疑惑，乌军为什么不全力进攻扎波罗热，反而要去打巴赫穆特呢？大兵个人认为，对巴赫穆特的攻势还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被瓦格纳血战大半年才拿下的小城，对于俄军而言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呢，俄军不可能将其轻易拱手让人，乌军只需要在这里维持着一定的进攻强度，就可以导致俄军被逐步推向东面，并束缚了大量的VDV单位，比如98、106师和11、31空突旅。考虑到扎波罗热才是主攻势，因此呢，这样的行动是必要的。而俄军在巴赫穆特北边对库皮扬斯克周边的攻势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俄军在这里的士兵大都是一些新兵单位，但也依然能够吸引乌克兰后备力量，阻止其向扎波罗热转移。除此之外呢，俄军的这种保持进攻的势头，至少也能让大帝的脸色好看一些。如果扎波罗热已经沦落到需要出动卢甘斯克新兵增援的地步，那就有点太难看了。不过，虽然乌军在这次反攻中保持着良好的推进态势，但我们也能够发现其一些问题。例如，大多数为进攻组建的部队都是战时组建的，虽然他们很多都受到了北约的训练，但考虑到适应问题，这些部队接受训练的时间还是相对较短，更不用提他们还要与其他本土训练方式进行磨合，这意味着这些部队需要在作战中学习。因此，陷入慢节奏的消耗战，其实对乌军来说呢，也不完全是坏处，既可以为新部队的磨合创造条件，也为下一步的进攻做铺垫。而乌军呢，是一支学习能力很强的军队，在即将到来的秋季攻势中，我们依然可以期待他们的表现。在获得下一轮胜利后，所有关于乌军消耗战所引起的舆论也都会逐渐消失。最后呢，在援乌方面，大兵个人有一个小小的看法，那就是关于战场防空装备，北约或许会加大援助的数量。毕竟到目前为止，北约向乌克兰支援的设备大都是守护大城市免导弹袭击的防空系统，但前线防空呢也格外重要，无人机、巡飞弹俨然已经成为前线最让人头疼的武器。俄罗斯呢也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其国内已经开始安排下辖的军工企业大规模生产此类武器。目前计划该批至少生产柳叶刀、猎人等各型号的攻击型无人机，总计约3000架，以进一步对俄乌战场上的俄军给予武器支持。这一点西方国家也不会不知道，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其下一步的援助主力就是提供让乌军能够专注于打击无人机、直升机和巡飞弹的产品。而关于这一举措呢，对援助国家而言也是一举两得的，既能帮助乌克兰战争，还能够检验自家反无人机技术以及打法，毕竟未来战场可是无人机的天下。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